这年头啊，如果没有一支这个钓竿在手里的话，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路亚的游土博和 UP 主啊。嗨，大家好，欢迎回到白 Sniper 大鱼视角频道，我是杰蕊。去年2022年 ，Jacko 和 Shimano 的旗舰路亚竿终极毒药 Poison Ultima 做了一个更新。那打那以后呢，网络上的各种风评测评啊是连绵不断，然后呢各种 hype 啊或者说是极尽的赞美，也是听得我耳朵根有一点点痒哈，好像不拿这支竿子的话，你就不会钓鱼一样啊。刚过去的2023的美国 ICAST 上面呢，西马诺北美公司啊是把这个 Poison Ultima 就是终极毒药是引进到了北美市场。那这也是他第一次应该说是把这个和 Jacko 的这个顶级竿哈引进过来，所以今年来了以后呢，一共有4个型号北美市场，2个枪柄，然后2个是直柄。就是它北美版的话，有一些那个YouTube 上面的那个介绍的话，他说他依然用的是那个 TOZAI 的环啊。实际上，针对日本市场和所有其他亚洲市场的话，他写的都已经是这个 SIC 导环了哈。那所以这一点来说呢，我已经非常好奇了，然后为什么北美版的用的依然是这个 TOZAI 环？然后呢，当然了，我前面已经说了啊，你们现在这年头的话，你手里面不拿一支这个竿子的话，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钓鱼的游头博哈。那这不来了。我选的呢是这个610M 啊，这支竿子，所以1610M 6指10寸 ，M 是它的力度啊，然后它实际上换算过来全长是2.08米一本竿，然后呢自重是92克啊，它的先径的话是1.8毫米，然后赤耳重量的话是1/4到3/4盎司，也就是7到21克，然后呢钓线啊8到16磅的碳线或者尼龙，然后 PE 线最大10到3号。96.9的碳纤维，然后其他纤维0.1%。整个竿子从它的素材到阻力都是日本的。那这支竿子的话呢，其实并不是我最想测的一支竿子，我最想测的是2支竿子啊，一支是它的这个纺车里面，也就是直柄里面的那个70的 ML 啊，另外一支的话其实是那个70 MH 的竿子。西马诺杆子，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其实不是非常感冒，我手里面也非常有限的这个路亚竿哈。它这个杆子设计理念有一个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只讲自重啊，不讲它的真正持重啊。持重啊，其实比你的自重更重要啊，因为它是一个费力杠杆的问题。那所以说呢，西马诺包括在路亚竿的时候，在大概10年到12年前，在北美有推出一款中高档的这个路亚竿，打的就是超轻的那个名号。杆子拿到手里面以后，哇操，那个头沉的要命，进一步的加深了我对于西马诺杆子这个它的设计理念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再加上呢，历史上来说的话，这个西马诺呢，它本身就是做那个金属器件非常厉害。但是这个钓竿布的话，它其实都是收购出来的长的杆子机钓竿这长的这个手竿那些东西实际上它收的那个 NFT 你 Bone Fishing Tackle 收过来的，收过来以后，这个长杆子都是你 Bone Fishing Tackle 里面那些传承下来，然后呢。这个路亚竿的话呢，更不别说了1997年的时候那个吉鲁密斯，因为他 Gary Loomis 他本人呢，因为是查出来患癌症，他以为他自己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公司就卖给西马诺了。那他路亚竿呢，基本上西马诺路亚竿的这个思想什么乱七八糟，全都是从吉鲁密斯那边传承下来的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历史上呢，他没有这个做杆子的传统再加上他老是这个持重和自重搞不清楚的话所以我这个对他一直打一个问号今天扯远了，我今天是跟大家聊天没有写过稿子什么的，所以很抱歉好，所以呢，废话不多说，接下来就跟大家一起来开封这一支西马诺的终极毒药旗舰610M。那拿到钓竿我第一关心的其实就是关于它的用环问题然后呢，它这边的钓牌上面写的呢，很明显的就是 SIC 就是富士的 SIC。所以呢，前面在 ICAST 之后，网络上有一些老美的这个 YouTuber他在做那个介绍的时候，他说这次的那个 Poison Ultima 北美版他用的是TOZAI环其实这个是不准确的他用的仍然是富士的碳化硅导环。碳化硅导环的话，其实呢，它的性能什么跟那个 TOZAI 它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那我手里面的这个 Megabass 从2014年的这个鬼展开始，它这个上面用的就都是TOZAI的环，用下来其实上你是感觉不出来，就是跟 SIC 没有任何的区别。你一般用的话，你是感觉不出来。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影响还是你的心理你就觉得这个 TOZAI 是富士现在新开发的，可能是它应该是。他自己排名的话，日本的这个公司很明确的，就是它的等级森严，对吧？它是排在SIC 上面的，
感觉你如果钓竿厂能够用这个环的话呢，怎么说这个诚意都是超级满满的啊，诚意拉满。那特别是像这个杆子的话，它去年是有一大批都是用了这个 SIC 对吧？它是到了2023年今年年初的时候它改款啊，就是出了一个通告说这个不用套载环了啊，用那个 SIC 环了，但是大家可以去它官网上看啊。这一点它其实呢，在北美的这个官网介绍上，它都没有非常仔细来说啊，这个 SIC 环啊，还有套载环啊等等。那它的富士环是这个在枪柄上面啊，除了它顶环啊，其他都是那个富士的这个 K 系列的那个SIC 环。它顶环的话，它用的是这个西马诺自己开发的这个环。这个环呢，他说它就是为什么要用这个环呢？就是要最大限度的来发挥它整个干胚的一个性能吧。所以它这个环其实呢，就是一个铸造的一个钛框的一个 SIC， 应该也是 SIC 的环哈，然后它是没有那种外框的支架的啊，它呢主要可能还是减重一点。因为说老实话的话，它如果这干胚啊非常非常的讲究的话，它设计这个设计那个的话，你一加环以后，可以非常非常大程度的去影响到你的干胚的表现。因为你加环呢，一个呢是它的重量啊，第二个的话是你加环的地方啊，会让因为环它本身它的角啊绑在你的干胚上面，对吧？那总归有一小段的，所以那一段的话绑在上面以后，就相当于是什么？增加了你这个弯曲当中的一个节点啊，就相当于是有一点点那种差节的感觉。你加了这种东西以后呢，就容易把你这个整个调子包括它那个弯曲过度啊等等啊，它的那个卸力的负载啊、传导啊等等啊，包括它感度啊，都会有影响的啊。所以说这个环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但是呢，就套载的和 SIC 来说，说老实话，我个人我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分度，我觉得用下来以后，好，然后呢，这个杆子给我的这个第一的总体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顽固品质呢，确实是非常好啊，细部什么的。这个杆子它整个一个下面名牌部分的一个涂装给我的感觉就是像我拿到以前那个西马诺的那一只那个 Protect 的大家玩基调的朋友可能知道了它也是一只超轻量的这个所谓超轻量，但是头特别重的那只。然后拿在手里面头爆沉但是它的做工什么的，你一看上去还是非常舒服的。做的非常精细这个 Poison Ultima 那个字样都是金色，然后是突出的很有质感。然后呢，它的整个外面的话是 High Power X 对吧？就是在最外面是强调这个 High Power X， 然后它里面的话呢，所谓叫那个 Spiral X Core。Spiral X 呢，就是它一种碳布的缠绕方法里面最里面一层是，比如说像左螺旋，然后第二层的话是垂直前围或者叫平行前围，然后第三层的话是反向螺旋这个叫 Spiral X 的 Wrapping。然后这个碳布缠绕方式，那再加上一个 core 的话，就是用了一个动力那个 nano alloy 的那个技术那个实际上是一个碳布的一个预制布的一个树脂浸润技术这个不是一个碳布的本身的碳纤维的东西那碳纤维的话，它有用那个M40然后加上那个Toray 的那个1100G 然后这个杆子的话，它是有些型号是用了 M40，有些型号是用了1100G。然后呢，它的前轮座也是用的一个金属切削应该说是一个 CNC 加工的铝合金，看上去是。那它的扳机的话呢，是一般的长扳机这支杆子应该说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所谓叫什么 monocoque， full carbon 的 monocoque 的那个手把。这个手把的话呢，就是西马诺它以前就至少有8年了可能。推出了这么一个 monocoque， 它号称的就是它会把震动传导到后面来，然后放大的作用这样一个设计。当然，它在2022年去年改款的时候，它把这个handle后面都改成有一点的方的那种形状包括这边它不是正圆形的，这边你可以很明显的可以摸出它是有一点带圆边的一种正方形方形这种，它截面都改过了。那它杆子来的时候呢，是把这边全部包起来了塑封封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拆掉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有好好的直接的摸过这个杆子的，直接触摸它那个碳板所以呢，现在就来拆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第一印象是怎么回事。好了，这就是一个碳把了就它的 monocoque 全杆的所谓的亮点，因为毕竟也是对的杆厂都花很多的力气在这个杆把部分。因为你想你钓鱼的时候，你一天我拿在这边，眼睛低头一看也看在这边所以
选杆子的时候，你说谁去看前面的这个东西啊，长得好看不好看啊，或者怎么样？真的要看外貌协会的话，大家主要都看这个地方，对吧？因为平时一天晚操作的话，都是操作这个地方嘛，哈。拿在手里啊，非常舒服啊，这个确实非常舒服，这个可以的，感觉非常好。然后呢，它这边是有一点点哑光磨砂的那种，估计沾水以后也不会滑哈，然后这个手把呢，这个接触啊，还有包括它顶在这个下面啊，这种感觉哈，啊，这是非常舒服。它确实这样，你看顶了以后，它完全就不转了，可以非常好的来控制杆子，这个是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非常好的一个设计，这个是可以马上就感觉得出来的啊，非常舒服。然后它后面这个把的话呢，这边呢，就是它，你看它其实有加漆哈。那像我放船上可能还好，如果大家比如说是去钓一些防波堤啊，或者是石头比较多啊、沙子啊那些啊，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比较容易划坏哈，希望不要哈。Shimano 我对它的那个涂装的技术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包括它卷线器上面的，对吧？所以这边呢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手柄的后面的一个横截面啊，然后这上面的话是一个平的啊，下面是一个尖的，偏尖的啊，有一点点像三角形的，它上面写还是一个 Jacko 和 Shimano 的一个标志啊。那这一圈的话是一个软的橡胶，这个的话，如果你是直接杆子，比如说放在水泥地上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是保护啊，第二个是防止它滑倒啊，这是挺好的一个设计。不过当然了，你对于一个旗舰的杆子来说啊，这个都是最起码的哈，都是必须要做到的。然后像这边的细节部分的皇宫品质哈，这几个字啊，后面的小字啊，什么 Poison Ultima，也是突出的，金字啊，这个也是。应该说，如果是对于这个杆子的外貌啊，对于杆子的完工品质有极致追求的朋友的话，这点都是不会让你们失望的。那这支杆子的话呢，它号称是92克。我一般来说呢，我也不会去称这个杆子到底是多重啊。但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Shimano它的旗舰，而且它一贯是标榜这个非常看重杆子自重的一个品牌吧。然后再加上呢，它后面用的它不是软木把啊。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可能我忘记应该是在直播的时候说过，因为软木把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很难控制每一支杆子它的自重都完全跟它的标称一模一样，因为它软木它是一个个拼起来，里面胶水用的多点少点啊，然后软木填充剂用的多点少点啊，它的软木本身的密度不一样啊，它就很难控制。那这边的话它是碳把的，这个就是应该说它可以把整个杆子自重是控制得非常非常好，应该在一个很小的误差范围内。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杆子它到底自重是多少。所以呢，在我的秤上，它的自重是90.6克啊，所以说它比它的标称自重竟然还轻了1.5克，所以它自重确实是很轻。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光看自重是不行的。我们来看看它的重心，重心位置在这边哈，空杆的话重心位置在这边。然后我这边配的呢是2015的Shimano的 Aldebaran 51啊。那这个卷线器的话本身就是非常轻的镁合金的哈，你装上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它的重心基本上就是在前轮座的紧贴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这边。所以它这个重心呢，装了这个轻的卷线器以后，它已经非常非常靠后了。那如果你再装更重一些的，像那个20版的那个 Metanium 或者是甚至于把它来配这个 Bantam 那这个的话，你个重心完完全全是在手掌里面了这个应该说是还是很不错的。那么说老实话呢，有两个问题要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它做的这个 Full Carbon 的 Monocoque 的这个手把，跟一般的比如说是 EVA或者是跟那个软木把来说，它要肯定这一段要轻很多这轻了以后，它就势必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压配重有的时候会压得不太好。但是目前来看呢，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Shimano呢，它对于这个杆子的自重一直是标榜非常严格但是呢，它好像对于它的持重有的时候呢是不太关注的。那像这种持重的话呢，一般来说像610M这样的型号它如果还有持重问题的话，那这个杆子真的是不要做了因为这种型号，这个经典中的经典的这个型号，各个厂都是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类似的这个610长度，然后 M 的力度，然后 RF 的调子，这个杆子太多了都极少有翻车。如果希望你把它在这个旗舰上面翻车的话，那真的就是德不配位了，有点所以我知道这个610M 它是绝对不会翻车的。至于70MH它在这次改版以后或者是
跟那个2014版比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他今年在这个去年2022年改版的时候他在官网上也有说他说要提倡的一种叫做真正的轻的一个概念。什么叫真正的轻啊？就是你光看自重不行还要看持重这个真正轻的概念就是一个持重概念。其实，那你现在才意识到的话是有一点点晚了。也从一个侧面来反映就是它在这个长的高力度杆子上面，其实呢还是有一点点欠缺的特别是它把这个手把也是做成一个 monocoque 以后，它就没有那个一般的 EVA 或者是软木把的这种压舱的作用它很难平衡的。其实杆子一长然后力度一大，它反而容易出现头沉的情况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考量。那我为什么要选这支 610M 呢？因为这支杆子其实就像我前面说过了，这是一支怎么说呢？至少从黑路来说经典中的经典的款这个长度，然后它的力度是 M 的那它的调性是 RF 的regular fast， 也就是中快调的。这个杆子的话，它怎么说呢？大家就是在用的，不管你是暗调传调不管你是调软耳朵还是调这种搜索耳包括就是主要还包括甚至于抽听耳那个 Topwater 还玩一下那个Spinabeta 那些Sumjega 那些包括你还调如果 bottom contact 的那些敲底的耳德州什么，这个长度、这个力度、这个调子都能用它不能用的上面 Cranbeta 那些那个深，特别是深的 Cranbeta， 一个太短第二个的话，它的不适合它还有包括 Chatterbait 我也不会去用这支杆子其他的话都能用那我感觉的话呢，如果这支杆子真的是很舒服的话呢，对于有一些有泛用要求的钓友来说，应该说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这也是为什么我选这支杆子。那这两天呢，我这边都是受台风影响，然后大风大雨的，也没有出去钓鱼，那所以这两天没事。但是呢，我现在直接的就是在这个很初步的看一下它这个调子确实它的曲点是比较靠后的，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RF 调子。然后它的另外一个给我感觉就是它的力度其实是很大的。它跟它那个材料跟它的那个缠绕方式有非常大的关系的。这个力度大了以后再加上这个杆子比较短，所以你拿在手里面它轻挺的感觉就有了。但它你真的弯起来以后，它是一个 RF 的调子它可能就是需要比较大的力气才能够 load 到后面。所以这杆子的话，我预计它玩抽听耳，然后玩 Spinabait 可以的Swim 这个可以的。然后呢，从一般的这个感度测试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没有到这种神经质的感度，说老实话没有到神经质的感度。至少在我这种地毯测试的时候，没有到神经质的感度。真的用的时候再说。我可以来试一下，就是拿在它的那个轮座上面，和拿在它的手把上面。说老实话，我没有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度的差别，反倒是拿在最后面的地方，拿在最后面这个地方这个有一点感度的区别。它感度放大这个是有点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的，跟你拿在轮座上面，你看这个完全不一样这个是真的，所以对，这个绝对是真的，而且特别是它在上面就感觉非常大。但问题是呢，你如果顶住的时候，你手臂不可能去帮助你做感度的人的触感你拿手拿钓竿的时候，主要还在手指尖上面。这个 monocoque 的这个手把对于它的感度放大确实是有作用的，但是在实钓的时候到底有多大作用，这个等留到我们实钓的时候再说。然后像这个手把的话呢，它其实大家就看了这个了不得呀，这个西马诺到底是怎么说，就是它的设计理念怎么样这个那个的把它设计成偏方形的了不得了那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稍微关心一下这个钓竿设计发展史的话，就知道这个绝对不是喜马拉它现在才提出来的，也不是喜马拉第一个提出来，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1990年代就已经有人提出来，而且申请了专利的这个把这个钓竿后面做成偏方形的，很明确的就说了这是为了增加它钓竿的这个稳定感。然后可能还提到一点点关于感度的问题而且这个人呢，也不是跟西马诺完全无关的也不是跟钓界完全无关的。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Gary Loomis。这个名字好像有点熟悉
这谁啊？这不97年就是Shimano 买了他的公司嘛，对不对？那吉罗密斯的钓竿就是 Gary Loomis 做的，对不对？你说这个 Shimano 公司的这个设计师哈，钓竿设计师，他们会对这些早期的这些专利会不熟悉吗？我觉得这个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哈。像我这种根本就不是做钓竿的人，谷歌那个专利上面啊 ，Google Patents 上面看一下啊，这个都是免费的哈，随便一翻就翻出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去了解一下这个钓竿的历史的话，还是很有意思的，就可以看到有许多的点子啊，有许多东西啊，你不要就怎么说呢？你了解一些历史的话呢，你就不用被这个钓竿厂有的时候哇新出来一个什么新技术啊，新出来了不得嘞，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有很多东西其实很早很早以前都有人试过了，唯一不同的其实是现在的一个材料的进步啊，让以前的一些点子得以实现了。但是提出点子的并不是现在的人哈。那提到这个的话，顺便再提一嘴哈，就像那个，比如说UBD 什么 Ultimate Blank Design 啊，然后有些朋友可能看了以后觉得了不得了啊，这个就是每一段啊，我放什么材料啊，怎么放在对的地方，这个那个的，这玩意儿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啊。黑炉竿根据技法细分啊，那这就是 Gary Loomis 开始的，对不对？他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非常多的、非常全的那个系列啊，这个有这个的杆子，对吧 ？Senko 有 Senko 的杆子哈，卡罗拉有卡罗拉的杆子啊 ，Flipping 有 Flipping 的杆子，然后 Crankbait、Topwater、Spinnerbait， 对吧？都有它自己的对应的技法的杆子。那你要技法细分的话，它应对的就是什么？就是它的 load 不一样，调子不一样，对吧？你调子不一样的话，直接导致就是你在操饵的时候啊，你的控制性、你的晃饵啊，然后你的感知啊，然后包括你在不同的环境应对不同鱼体情况下，刺鱼搏鱼的一个反应都不一样，对不对？而且很重要的一点，用不同饵的话，你在搏鱼、在刺鱼的时候，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对不对？你大单钩、粗骨大单钩刺鱼和你的细的3本钩来刺鱼，这完完全全是两回事情，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个整个 blank 上面要考虑所有这些事情。那问题这个掣肘在哪里？是当时这个技术没有，就材料技术哈包括特别是它的那个碳步预进步它那个树脂技术啊什么等等的，没有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说，你说 Loomis 他要做这些技法细分的钓竿的时候他要做不同的这个调性不同的力度等等那他肯定就是要根据它的不同的技法来对不同的地方来做不同的一个设计包括有它它的一个渐缩比或者叫锥度的一个不同部位的一个变化然后在不同的地方要有不同的材料的有补强的地方然后有这个角度的变化有缠绕方法的变化用材料的不同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其实你如果是稍微了解一些这个历史的话在2000年的刚过2000年没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在他推出这一套钓竿之后这个你就是稍微对于这个钓竿非常怎么说有一点点兴趣的人都会有知道这一关的这个故事的。美国竿厂应该说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没有非常像日本竿厂这样子透明化的来告诉消费者我是这样做，我是那样做的但是因为当时的话受到这个材料的影响的话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各部做不同的一个材料变化的时候，它会引起一个什么？就是它的材料厚度不一样什么的，有些地方特别补强，有些地方就是会比较薄弱容易脆掉脆断等等这些。现在这个 Loomis 它都有一个叫做 multi taper 它那个技术，它就是不同的杆子的部位它有不同的锥度，虽然它有不同的锥度，但是它的杆壁的厚度是一样的。它现在有办法做到这个样子，以前的话它没有办法做到杆壁厚度一样但是它有办法做到不同的地方放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织法，然后达到它不同的一个调性的变化。这个是一个传统这不是现在才有的。你包括像 St. Croix 的话，它也有那个 IPC 技术，是不是？卷碳步那个芯子它有些如果它要变锥度的话，它就是直勾勾的唰一下子变小了。它呢是一个圆弧形的一个 smooth 的变化这样子的话也是让它在变锥度的时候变材料的时候，它的整个杆壁什么都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话不会有那些材料上的弱点什么的。所以它强度的话一直是它一个很重要的考量现在这个强度的话，像Shimano的这种织法就是说防止它这个杆子的它的在受力的时候，它截面椭圆化
这个话呢，实际上从2010年左右啊，那个 Evergreen 啊做这个米字画布啊，也就是他们大家都知道这卡雷多系列啊，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防止它那个压扁啊，包括像基调杆厂啊、伽马卡斯啊什么的，它在2011年啊推出，反正像阿坦达2啊，那个时候它就是已经有这个方面的专门的设计啊。阿坦达2的话，它外面哈也有做这个类似于米字画布那种加强碳布哈。这个就是为了什么？让它这个杆子极限受力啊，一个呢可以弯到后面，第二个弯到后面的时候呢，它就不会椭圆化。不会椭圆化的话呢，强度高哈，然后它更好的发挥这个杆子的腰力哈，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 Poison Ultima 西马诺和甲蔻的旗舰啊，然后它的终极毒药的一个纯开箱的影片啊，然后呢也是借此机会呢跟大家瞎聊一下，扯一下这个钓竿的历史啊，当然了，最主要的是试一下这个新的麦克风啊，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好。那接下去的话呢，到我今年钓季结束之前呢，可能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可能会非常高频率的来使用这只 Poison Ultima， 然后看看它到底名副其实啊，或者是只是一个 hype。好，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是杰瑞。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一定记得点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这杆子的话，真的是一直顶到 Megabass 的这个 P5的2只杆子还多哈。这个但愿不是西马诺公司跑到美国来割美国韭菜啊！